从守护视线的盾牌、军用战术眼镜，到穿透黑夜的灯塔、夜视仪，再到承载数据的屏幕、智能眼镜。士兵眼睛上的每一次迭代，都是科技对战场感知的重组。如今，士兵的双眼正被科技重新定义。本期军事科技，让我们共同解码士兵装备里的视觉密码。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在现代战争中呢，单兵装备正在朝着更加先进、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变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精良了。从功能强大的火力装备到防护周全的装备，每一项对士兵的生命安全和作战效能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几款看似不起眼，但却有着关键作用的装备，而且这些装备呢，跟我们的眼睛息息相关。在城市的边缘，大山的脚下，有一座建筑，绿色的涂装与周围的草木融为一体。接下来，这里将进行一场作战行动演练。而在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参加演训的战士们正在检查装备、整理武器弹药，空气中充满了大战将至的紧张感。激烈的爆炸声、滚滚的浓烟都没能阻挡战士的快速突击，他们清除着楼内的每一个角落，而国产军用眼镜默默地保护着战士的双眼。眼前的这些单兵装备，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根据当前我们的作战任务，可区分为作战器材以及观察通信器材，还有我们的个人防护器材。武器装备可根据不同的场景来携带不同的枪支，如狙击枪、轻机枪、步枪，还有手枪，来完成随行多样化任务。其次是我们的观察通信器材，可根据不同场景携带。而后是我们的个人防护器材。我们看到有不同种类的眼镜，而且大小不一，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款眼镜相对来说较大，它的作用是主要在沙漠地区防风沙的一个作用。这款战术眼镜相对较少，它的场景适合于强光，能够对我们的眼睛减少伤害。第三款是我们的防毒面具，这款防毒面具较以往的防毒面具增大了我们的市场环境。架在鼻梁上的这些装备，绝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军用护目镜的诞生，最早可追溯至1903年。当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后，各国纷纷投身飞机研制，催生出多种样式的机型。但那时的飞机有个共同特点，座舱都是敞篷设计。这就导致飞行员若没有眼镜保护，根本无法睁眼驾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护目镜被研发了出来。只不过最初的护目镜功能极为单一，仅用于防风。然而，战争中的残酷环境对士兵的身体各处都构成威胁，眼睛更是首当其冲的。一战期间，战场上纷飞的弹片、弥漫的硝烟、沙尘以及毒气，让无数士兵的眼睛饱受摧残。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许多飞行员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长时间飞行后，他们普遍会感到眼睛胀痛、不适。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是由于高空环境中紫外线辐射过强所致，而普通防风镜难以应对这种情况。于是，添加了防紫外线功能的军用眼镜应运而生。不过，直到此时，护目镜的主要使用者还是空中的飞行员。
进入了现代战争，像海湾战争这类大规模军事冲突，眼部受伤的伤员数量占伤员总数的比例高达13%，而且在战场上，视力受损者中约有67%的人未使用任何护眼装备。正是这样的伤亡数据，推动各国军队将眼部防护纳入地面单兵装备的核心指标，并纷纷为士兵配备军用战术眼镜。目前我国护目镜的种类有很多，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可以，在这个军用护目镜领域，其实大体上分2类，一类就是您看到的这2类的这个我们叫它战术护目镜，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轻便，然后可拆卸，模块化。比如说您看我这一副镜片这副眼镜可以很轻松的拆卸成3个模块，也可以很轻松的组装起来。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提升作战效率。就是镜片在损坏以后，就像换黄金插板一样，贴合度很高，而且它这个感受非常好。然后第2大类呢，其实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类的军用风镜，因为在不同的军种，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下面，它对护目镜的整体的功能需求，包括形态都是不同的。看到的这一款，其实就是我们的航母上使用的，我们航母上使用的。然后您看到的这一款，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林地丛林作战的，它长得是不一样的。但整体看起来比之前看到的这个密闭性会更好一些。对，风镜大部分是适用在比如说在高风沙的环境下面啊。我看到这块有几片5颜6色的镜片，它的功能有什么不同吗？对，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到就是护目镜的一个核心功能了。护目镜的核心功能其实第一块就是我们大家都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防破片性的，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防弹性的。那第2个就是对有害光线的防护。有害光线防护，一个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明白的强光，刺眼的强光。其实最致命的是，我们讲激光之盲，因为这个对眼底的伤害是永久性不可逆的。这是一个演示用的，功率比较低，但其实已经是非常刺眼的。视网膜在接受这种光线之后很永久损伤。我们这是一个某外军的一个防激光镜片，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然后我国在防激光这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是非常前沿了，你可以看一下效果。哇，完全没有透过来，而且通过这个镜片，我甚至可以用，你可以体验一下。对，您来，我们挑战一下，您戴上。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我相信这个镜片的防护性的。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您看的这个，通过这个镜片看这个室内，这是一个室内环境你的感受是什么？感觉这个对比度高了一些，而且人的轮廓变得更清晰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室内巷战环境下面特别需要的一个功能。可以增强你在暗光环境下面发现物体的、发现目标的一个反应速度。军用护目镜按用途可以分为战术护目镜和战术护目风镜。最直观的区别，护目镜是带镜腿的，可以直接架在耳朵上，使用更加方便。护目风镜由弹力带固定在头盔上，镜框由橡胶等材质贴合脸部皮肤，主要用于直升机机降、驾驶车辆执行任务等场景中，能有效阻挡强风对眼睛的刺激，防止异物因风进入眼睛。因为单兵系统从最开始的一些防护类的，逐步的向光电类，比如说战术头盔上会附带很多的，比如说热成像、激光测距、夜视仪，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冲突。那做了一个很小的创新这就是一副普通的护目镜，但是当我们给它加上这样的结构的时候，它就具备了一副风镜的功能。它其实是2个组成在一起。对，组成在一起，它就完成了一副护目镜到风镜的转换，它就满足了降低了单兵作战系统整体重量的要求，又解决了功能问题。所以说，这种创新就是简单有效，迅速提升战斗力。我们知道，士兵经常在恶劣环境下作战，这就要求他们不畏严寒，不惧酷暑。而在这种情况下，军用眼镜必须具备超强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护战士的眼睛，变身为战士的一大助力。为了深入了解军用护目镜的各方面性能，接下来
我们决定进行一系列测试。相信所有戴眼镜的伙伴都曾遇到过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眼镜起雾，尤其是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当你从寒冷的室外来到温暖的室内，眼镜瞬间就模糊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当较热的空气遇到较冷的眼镜表面时，空气中的水蒸气会凝结成微小的水滴，这些水滴聚集在镜片上，形成雾气。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贴近生活的防雾小测试。我们准备了一壶沸腾的开水和一个普通护目镜和军用护目镜。我们看一看这两个镜片在一个充满热气的环境中会有怎样的表现。首先，我们使用普通的护目镜。我们看到了，瞬间镜片上充满了雾气。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军用护目镜的表现。哇，只有很少量的雾气，就算有雾气的话，也会迅速散开，视线非常的清晰。这是因为军用护目镜采用了特殊的防雾涂层，能够防止雾气的凝结，让士兵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依然保持良好的视野。在实际战场环境中，士兵往往要直面沙漠里裹挟沙砾的狂风，或是丛林中横生的尖利枝桠。为了让战术眼镜在这些极端场景下始终成为可靠的屏障，其表面硬度需经受远超日常的严苛测试。现在镜片已经固定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采用钢丝绒的材料对镜面进行反复的摩擦100次，看一看二者的对比。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呢，肉眼可见普通的镜片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了，而军用镜片这边呢，也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光泽状态。哇，100次很快就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二者的对比。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手边呢是普通镜片，而右手边是军用镜片。而左手边的普通镜片呢，摩擦100次之后有明显的这个划痕，而且镜面的这个污浊程度也比较大，并没有之前的光泽。而右边的军用镜片呢，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的损伤，光泽度非常完好。现在我们来测试军用镜片的韧性和坚固性。为此我们找来了一辆家用的 MPV， 我们将眼镜放在车底，然后我会开着这辆车直接碾压过去。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来看一下镜片的状态。其实为了多角度的拍摄呢，我们经过了多次反复的碾压，但是我们看到，只有镜片的周围有一些小的磕碰，主镜面是没有任何划痕的，而且也没有变形，看起来非常的清晰，丝毫不影响佩戴使用。其实测试到这里，它已经能够满足正常的使用需求了。但是我真的非常想知道，这样的镜片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刚才我们对镜片进行了多项测试，但是都说军用护目镜很硬，到底有多硬呢？接下来我们将使用钢弹对镜片进行一场专业的打击测试。您向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要用这种特别造型的钢弹，而不是大家熟知的子弹吗？因为在全世界通用的一支检测标准就是使用0.2口径的手枪弹来进行检测。那么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造型？其实我们在实际的战场环境中被子弹直接击中的概率是远小于爆炸物产生的这些破片。
所以说，这个0.2口径的枪弹，我们再通过这个特殊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横切面和切削面，用来模拟各种形态的破片、金属碎片撞击在护目镜上之后，因为弹着点的不同，它的压强和冲击力不同，要看它全方位的防护性能。为了使实验变得更有对比性，我们先给假人戴上普通的运动护目镜，然后呢，用这枚钢弹以每秒215米的速度去打击它。准备完毕，3、2、1。看起来是非常的惨烈呀，假人呢已经完全倾倒了。我们看一看普通护目镜是一个怎样的状况。眼镜框已经掉了，而眼镜片完全的破碎了。再来看一看假人。明显的看到假人的眼部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窟窿，而且周边呢有很多凹陷，说明普通的护目镜并没有对战士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军用护目镜有怎样的表现吧。我们一起来看结果。镜框跟镜片已经完全分离了，可见这个子弹威力之大。正面呢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反面反面也是有一个凸起，但是它并没有被击穿。我们来看一看假人的表现，眼睛、面部都没有造成伤害，它的保护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结果令人惊叹，在战场上，这样的防弹能力能够为士兵提供至关重要的保护。而军用战术眼镜之所以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性能，得益于多种先进技术的融合。首先是镜片材质与结构，大多数军用战术眼镜的镜片采用高强度、高韧性的材料制造，这种材料本身具有出色的抗冲击性能，能够有效吸收和分散外界冲击力。同时，镜片通常采用多层结构设计，例如在内部添加防破碎层，当受到冲击时，这一层能够阻止镜片破碎成尖锐的碎片，进一步保障士兵的安全。其次，要具备光学涂层技术，为了实现优秀的光学性能，镜片表面会涂覆多层特殊涂层，例如抗反射涂层能够减少光线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提高透光率，使士兵看得更清晰。抗眩光涂层则通过特殊的光学原理，将强烈的光线散射或吸收，消除眩光干扰。还有防雾涂层，利用亲水或疏水的化学特性，防止镜片表面因温度变化产生雾气，确保在各种环境下都能保持清晰视野，成为士兵眼睛的坚固堡垒。当然，当防护性能达到极致，科技便开始向增强视野进化。在演训中，我们见到了更具未来感的装备，它正在重新定义战场视野。侦察1组、侦察2组注意，已该此次任务是侦察前方敌军据点的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情况，在行动过程中注意保持警惕。完毕。猛虎1组报告，前方100米处发现2名巡逻哨兵正向我方靠近。收到，系统迅速隐蔽，改变行动路线，我们将和预备路线报了给你。完毕。
明白明白。上面这些并不是科幻片里的场景，而是国产军用眼镜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佩戴的智能眼镜可以显示任务简报，显示佩戴人员与目标的距离，甚至可以接收地图路线。猛虎，侦察2组报告，前方423595736206-245方向发现敌地堡工事，周围有2名敌人把守。报告完毕。收到，做标记，打开攻城目标，完毕。明白。随着战场环境的态势发展，信息化作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一定要投入极大资源去研发的一个方向了。因为随着无人作战的无人机、穿梭机、无人机械作战狗的大规模的应用，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载体。那么我们人类获取信息80%以上都是靠眼睛，那自然而然 AR 虚拟增强现实这种技术就脱颖而出。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已经能够实现多人共享作战画面啊，包括每一个士兵都是一个信息的终端、信息的获取点，这样极大的让我们的作战指挥中心能够毫秒级的实现战场态势的感知。这对于我们获取战场的胜利、保护士兵的安全，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作战效率。如今，增强现实 AR 技术的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作战的模式。为士兵提供了超越传统视觉限制的战场视野，装上了透视战场的第3只眼。然而，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敌可视性既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天然掩护，为突击、渗透等任务创造了隐蔽条件，却也因人类视觉的生理局限，让士兵在黑暗中难以清晰捕捉目标、判断环境。那么，有没有一种装备能打破这种局限，让黑夜如同白昼般清晰可辨呢？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夜间侦察非常的重要。对，那战士们在夜间都会使用哪些装备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主持人，我今天给您带来了单兵综合系统配套的夜视多功能眼镜。这款眼镜呢，您看到由我们的目镜组、物镜组，还有我们整个镜身和连接支架组成。这款夜视眼镜主要用于我们单兵的夜间徒步行军，以及装备的操作维修。它的成像模式是微光成像。微光成像的原理呢，它其实就是通过内部的相增强器，把我们目标身上的光线、自然光线放大，比如说我们的星光和月光等等，形成图像，供我们肉眼进行观察。其实，不管多黑的夜晚，都是有微弱光线存在的，只是人类的眼睛接收不到了。而微光夜视仪是指利用夜间的微弱月光、星光、大气辉光、银河光等自然界的夜天光做照明。当这些微光进入夜视仪的时候，它们首先会撞击最前面的光电阴极面板，在这里，光子被转换成了电子，继续往前跑。接着，这些电子会进入第二关，接触到布满微米极孔的微通道板。电子进入之后，就会与通道不停地撞击，碰撞一次，电子的数量就会成倍往上翻。可以说，进入一个电子就会出来成千上万个，这样电子信号就被极大的增强。接下来，再经过静电区的电子碰撞荧光屏，就变成了人眼可见的图像。微光夜视仪本身不需要主动光源，是一种被动式成像系统，因此它克服了主动式红外夜视仪容易自我暴露的缺点，更适合夜间使用。我们来看一下夜视多功能眼镜在关灯全黑的条件下会有怎样的效果。透过这个夜视多功能眼镜呢，我们看到一排排的车辆非常的整齐排列。那么在细节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车的轱辘、它的上装、它的底盘都可以看得很清晰。我们来看这边摄影老师也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能不能看到我们呢？我们问一下他摄影老师能看到我吗？看不见。
这种只能看见他看不见我的感觉真好啊！那说明啊，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光源，摄影师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我们的方位。所以说，这款眼镜的隐蔽性也是非常好的。虽然这款夜视眼镜呢有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必须要连接到我们整个单兵综合系统上才能够发挥出来。这是主任您看到，这是我们的基础型单兵系统，对吧？这是我们的增强型。两套系统通过组网连接之后呢，和我们的指挥员进行一个相互的一个指挥通联。从抵御伤害的第一道防线，到流转数据的神经末梢，再到撕开黑暗的感知触角，眼眶里的科技早已超越工具的定义。当科技住进眼眶，士兵的视线便有了穿透战场迷雾的魔力，战场的维度也由此重构。